听见邱慈炫这段话，才知道他为何打死不愿意和于晓光离婚。我有妹妹，她死了。如果我做的不好，妈妈一直都骂我。应该是你替他死。当年于晓光被爆出邻居做大腿的绯闻呢，全网都在喊姐姐快跑呀！可邱慈炫呢，不仅没跑啊，还站出来替丈夫去道歉，继续守着这段婚姻。所有人都笑他呀，哎呀，恋爱脑是离不开男人的软弱女人。结果呢，你看懂了他公婆对他那种超越血的溺爱，你就会明白呀，他舍不得的不是那个可能会犯错的男人，而是那对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的公婆。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邱慈炫呢是如何用半生的苦难换来了这个虽然说有瑕疵，但是却温暖的让他落泪的家。这故事要从这个邱慈炫的童年说起在遇到于晓光之前呢，他的人生那就是活脱脱的就是一部韩剧苦情女主的纪录片。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族里呢，奶奶嫌弃妈妈生不出儿子对他们母女那是冷眼相待。姥姥一直都骂我妈妈，你都不能生儿子。我的姥姥当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儿。更绝望的是，邱慈炫呢原本有个妹妹却在很小的时候呢意外的溺水身亡了。丧女之痛呢让这个邱慈炫的妈妈那是彻底疯魔了，她把所有的怨气、痛苦和精神崩溃全部都发泄在了这个无辜的女儿的身上。只要邱慈炫有一点点做的不好或者是仅仅是出现在了妈妈面前，妈妈就会恶毒的咒骂她。你能想象吗？一个几岁的小女孩每天听到的不是睡前故事，而是亲妈希望自己去死的诅咒。这种被嫌弃的松子般的这人生让邱慈炫呢从小就活在了极度恐惧和愧疚之中。他觉得自己呢就是多余的是带着罪孽活着的。后来呢，这个早已经破碎的家是彻底散了。这父母离婚，父亲呢立刻组建了新的家庭。虽然说在韩国却对女儿是不闻不问，母亲呢则改嫁，直接搬去了日本。这邱慈炫呢成了活体的孤儿。每逢过年过节了别人家都是灯火通明，欢声笑语只有他一个人呢是孤零零的守着空房子。他害怕过节因为那只会一遍遍的提醒他，你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更讽刺的是这邱慈炫成名赚钱了曾经嫌弃他的奶奶又主动来求和了。赚钱呢，现在特别想见我，我不去见面，姥姥的话，我对不起我妈妈。后来呢，他遇到了于晓光更准确的说呢，是遇到了于晓光的爸妈，加入了中国豪门。不是的邱慈炫加入的是一个充满了中国式烟火气的蜜罐。应该是感谢爸爸妈妈，我看到爸爸妈妈结婚了，我确定了跟你结婚了。于晓光的父母是对极其淳朴善良的中国老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跨国差异，他们只知道这个闺女太苦了，咱得疼她。在这个家里邱慈炫那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双标的爱。当然呢，他是被偏爱的那一个。两口子外出工作这公婆呢对于于晓光呢只有一句敷衍的注意安全。他转头呢就会拉着邱慈炫的手那是千叮咛万嘱咐呀。那例如于晓光必须像是伺候祖宗一样去照顾老婆。在家里呢，这个于晓光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这婆婆的巴掌呢立马就呼到了亲儿子的身上。连大姑姐呢也是无脑护弟媳只要两口子吵架不管什么原因，这姐姐的判决永远只有一个肯定在于晓光我弟就是欠收拾。那个曾经在韩国被视为是灾星的女孩，在这里呢成了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如果说日常的宠爱是糖，那么产后 ICU 事件呢就是这个家庭给邱慈炫的命。2018年39岁的邱慈炫呢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生下了儿子大海，但是产后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个妊娠中毒这个肺部感染痉挛抽搐，直接被送进了 ICU 抢救。在鬼门关徘徊的那几天，于晓光的父母那吓坏了呀，两位老人守在医院门口那是寸步不离老泪纵横。婆婆更是急的是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嘴里念叨的全是我的闺女一定要好起来。当邱慈炫终于醒过来，看到公婆那憔悴的脸和关切的眼神时他终于是绷不住了。对于一个从小缺爱的人来说呢，这种有人怕你死有人怕你活的羁绊比什么荣华富贵都要更加的重要。婆婆为了给她补身体亲自熬了一整天的鸡汤。公婆呢为了让她安心付出拍戏主动承担了带孙子的重任，毫无怨言。他们不是在帮儿媳带孩子，他们是在帮女儿分担生活。这种情感的连接已经远超越了婆媳关系。邱慈炫喊婆婆妈妈，那是真的把她当成了弥补童年遗憾的亲妈。所以当2021年于晓光呢被狗仔拍到美女做大腿的视频时全网都在等着邱慈炫离婚呢。那段视频确实是很锤朋友聚会，一个女生呢极其自然的坐在了于晓光的腿上玩手机。虽然说他们解释说是邻居那关系好的朋友，甚至是那个女生的老公呢也在现场，但是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确实是伤害了邱慈炫，也是激怒了网友。可是邱慈炫呢没有没有去闹，甚至没有一丝犹豫他选择了原谅。她发长文替丈夫去解释，甚至带着丈夫一起录视频去道歉。为什么？是她离不开男人吗？是她不敢离婚吗？不是的，她离不开的是这个家，她不想再过那种孤独的生活了。拍一部电影，很多拿奖，颁奖礼做完后回家，没有等我的
对于邱思倩来说呢，如果说离婚啊，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可能偶尔会犯浑的丈夫，她失去的呢是那个对她视如己出的公婆，是那个她花了40年啊才找到了温暖的避风港。那个从小被骂你去死的女孩呢，太贪恋这份温暖了。为了这份得来不易的亲情呢，她愿意给这个男人一次机会，愿意哪怕受点委屈啊，也要守住这个完整的圆。由于小光父母构建的这个亲情结构真的是太厚实了，厚到可以抵消掉于小光的这一次荒唐。现在的邱思炫呢，依然活跃在荧幕上，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啊，她自信开朗，甚至是有点搞笑，那是一个被爱滋养过的女人才会有的松弛感。于小光呢，也确实在努力弥补啊。他说：“我觉得对不起老婆，心里很难受。”不管这句话道歉有几分真假，至少在公婆的血脉压力下呢，他不敢再造次。邱思炫的故事啊，其实给所有缺爱的女孩都上了一课。有时候呢，我们结婚呀，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个伴侣，更是为了找一份归属感。他从情感的荒漠里走出来啊，一头扎进了中国式家庭的蜜罐里。虽然说这蜜罐里啊掉进过一只苍蝇啊，但让他把整罐蜜都扔了，重新回到沙漠里去啊，他做不到啊，也不想做。这不是卑微啊，这是权衡利弊后的贪心。他贪恋那碗热鸡汤，贪恋那句闺女，贪恋那种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的热闹。对于邱思炫来说呢，于小光呢或许是可以被替代的，但是公公婆婆给的那份重生般的母爱，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孤品。所以他赢了，他守住了他的家，守住了他的光。至于那个男人嘛啊，只要他还能够在公婆的贵貌下当一个好儿子、好丈夫，那就且行且珍惜吧。